我只是开着宾利送了个外卖，竟然发现地址是我的别墅。但是我记着这别墅我一直闲置，怎么会有人在这里点外卖？我一脸狐疑的敲开门，竟然发现里面正在举办聚会，参加的基本都是我的同学。他们见了我之后七嘴八舌的嘲笑我。死对头打量我一眼，扔下100块钱，给少爷我擦擦鞋，这100块算你的小费。跟我暧昧的女神也嫌弃的看着我。我对穷鬼过敏，看一眼都恶心。以后你再给我发消息，我就报警说你性骚扰。我与他们发生争执，不肯离去。死对头叫来物业保安，想要把我赶走，可是物业经理一见到我就跪倒在地，浑身颤抖。江少，您怎么过来了？这话问的真奇怪。我自己的房子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因为下午咖啡喝的太多，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，随便找了个电影打发漫漫长夜。可是看到一半，被电影里面的啤酒馋得不得了。去酒窖看了半天，家里有红酒、白酒、黄酒，就是没有啤酒。于是我拿起手机，想要叫个外卖送些啤酒。我从没用过这些外卖软件，没想到这些软件操作竟然这么复杂。在我各种认证操作下，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。就跟管家说的一样，我真的是缺少正常的生活常识。我笑着想要退出软件，但估计是因为半夜在线的骑手不多，不等我退出，系统竟然自动给我派了一单。我苦笑一声，不知道该如何取消这个订单。本想要直接关掉页面不再理会，可是又担心这个订单客户可能在苦等自己的披萨。我想着打个电话跟客户说一声，却发现客户的名字竟然十分眼熟，跟我的一个十分不对付的同学王林同名。对比了电话之后，发现这个订单竟然真的是王林下的，真是冤家路窄。我愤恨的想要退出程序。王林，你就饿着去吧。可是我无意的扫了一眼订单内容，这个订单的地址竟然是一套我不常去的别墅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来不及细想，我直接开车去披萨店拿了披萨。店员奇怪的看了我和门口的车，却没有把披萨给我，直到看了我手机上的页面，他才相信，震惊的问：现在送外卖都开宾利了吗？我敷衍的说了句：体验下生活而已。等我到了别墅，里面吵闹非凡。我打开门走了进去，原来别墅内正在举办聚会，大家又吵又叫，泳池内全是人。在灯光的照射下，我粗略看了看，大多数都是我能够叫得上名字的同学。很快杨远航发现了我，他可以说是王林最忠实的狗仔，他几乎每天都跟在王林身后，王哥长王哥短的叫着。杨远航确认是我之后，指着我大叫：那不是江晨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这一嗓子吸引了不少我附近的同学，他们一个个围在我的身边，七嘴八舌的议论着。你在学校不是最瞧不上王林吗？没事跑到别人家刷什么存在感？对啊，这场聚会应该也没邀请你啊。我懒得和众人解释这是我自己家，我这是来抓贼了，只是用下巴点了点手里的披萨。这个是王林的外卖，我找他。周围安静了几秒，杨远航第一个发出爆笑。我的天哪，江晨，你居然是个送外卖的垃圾啊！杨远航绕着我走了一圈，表情十分夸张。平常在学校人模狗样的，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低调的大少爷，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落魄。围观的几人发出爆笑，我不耐烦地说：王林在哪里？杨远航突然伸手拍了拍我。小子，你是不是忘记自己的身份？你难道不应该说尊贵的顾客吗？难道你们公司上岗之前是没有培训的吗？不怕我们给你差评，让你几天白干，让你丢工作吗？我用力地把杨远航的手拍开。别在我这里发癫，我找王林。杨远航有心想要教训我，可是他很清楚自己不是我的对手，于是给我一个威胁的眼神，挥手把围观人群赶开，带着我找到了王林。我果然是十分看不惯王林，只是看了他一眼，我就忍不住觉得拳头发痒。王林长着一双三角眼，鼻子又大又扁，又像个小丑一样，鼻子红彤彤的，嘴巴张大的时候像只蛤蟆，身材矮胖，还总是喜欢眯着眼打量学校内的女生，每品头论足。他这副尊容，正常来说没人可以看得上，可是他在学校却仗着自己有2个臭钱，四处引诱那些单纯的女孩子，在得手之后又四处散播这个女孩子的隐私。已经有不少女孩子因此退学，可还是有很多女孩子前赴后继的扑在王林身上。我是最看不惯这种人的，所以和他在学校的关系很不对付。杨远航讨好的叫了一声王哥，又指着我在王林的耳边说了句话。王林眯起小眼睛，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披萨，他得意的笑了笑，又一巴掌拍在了杨远航的头上。远航，没看见江帅哥拿着那么多东西，还不赶紧去帮忙啊？咱们可是同学呢。就算江晨同学只是个送外卖的穷逼，但是以后毕业了还是会有来往的，毕竟还得指着他给咱们送外卖呢。杨远航嘿嘿2声，奉承的点了点头，从我手里拿了外卖放在了旁边的桌子上，随后又跟我变了脸。还杵着干啥？还不去送外卖？不担心明天饿肚子吗？王林听了啧了一声。远航啊，虽然江晨是个送外卖的，但是毕竟也是咱们的同学，可不能这么没礼貌啊。我当然知道王林不会这么好心，更不会这么尊重人，毕竟我不止一次看见他刁难门卫大叔，又用给差评来威胁那些外卖员叫他少爷。王林从钱包抽出了100块钱。我也是第一次知道你家里条件竟然这么差，这100块钱就当我送你的外卖小费吧。杨远航踢了踢我的心，还不赶紧说谢谢王哥，以后在学校可得夹着尾巴做人，不然让你连外卖都没法送，知道吗？我看也没看那100块钱，而是打量了一下我的别墅。别墅现在基本被弄得乱七八糟，室内可见的地方很多装饰品都被扔到地上，随便看看都知道损失不会少。王林见我四处打量，忍不住笑了。别看了，羡慕也是没用的，这种房子只要你出生的时候没有，就一辈子都不会有的。说着，王林又掏出了100块钱，他把这200块钱举起来晃了晃。不过哥善良，所以给你个赚钱的机会，你蹲下给我把鞋子擦干净，这200块钱就是你的了。不等我做出什么反应，旁边的杨远航倒是不服气了。你装什么清高啊？半夜送外卖不就是为了钱？现在这一会儿你都能赚200，你还不服气？周围同学也跟着帮腔，就是一个臭送外卖的，还整得自己很有气节一样，丢不丢人啊？赶紧跪下求饶吧，把王哥讨好了，你以后也不需要送外卖了。你送1个月的外卖都抵不过王哥一句话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，赶紧求饶吧。虽然我不是外卖员，但是听到他们这么嘲笑外卖员，我还是忍不住开口辩解。外卖员怎么了？
外卖员靠自己的双手，靠自己的努力赚钱养家，一点也不丢人。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给大家送东西，我觉得至少比那些捧别人臭脚，为了钱对着别人卑躬屈膝、小心讨好的人可好100倍。在我看来，外卖员努力生活、努力工作是值得夸赞、敬佩的人。不过我这番话说出来，众人并没觉得什么，反而笑得更厉害。尤其是王林，他笑得前俯后仰，肥肉乱颤。这些都是你这种穷逼说出来自己安慰自己而已的罢了。我正要反驳，身后却传来一个熟悉而又甜美的女声。王林，你在笑什么呢？那么开心。王林听了，朝我身后招了招手。宝贝，快来！我僵硬的回过头，发现刚刚出生的人果然是柳如烟，只是她跟我认识熟悉的那个清纯的柳如烟不同。眼前的她身穿清凉的比基尼，刚从泳池走出来，纤细的腰肢一扭一扭的朝着这边走过来，周围的男孩子看着口水都要流出来。柳如烟根本没有注意到我，她似乎很享受这样的关注，目不斜视的走到了王林身边，直接坐在了王林的大腿上。王林挑衅的看了我一眼，直接抱着柳如烟开始热舞。柳如烟非但没有拒绝，反而激烈的回应着。不难想象，如果此刻没有围观群众，两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我和柳如烟认识很久了，她总喜欢黏着我，在课后让我给她讲题，明明是很简单的题目，可是她总是装着不会，要我一遍一遍的讲。等我讲累了，一抬头就会发现她根本没有听题，而是撑着下巴盯着我看。我没办法，只好指导她，帮助她完成作业。她会在炎热的午后，从身后变戏法一样的拿出一瓶冰水，然后侧着脑袋调皮的说：“这么热，可别把你热坏了，我可是会心疼的。”这么可爱单纯的女孩子，我自然是十分心动的。虽然我和柳如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，可是在我的心里，我已经默认了她是我的女朋友，只等着时机成熟跟她表白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柳如烟竟然会做出这样让我大跌眼镜的事情。我冷眼看着面前抱成一团的两人，杨远航突然走到我面前，挡住了我的视线。王哥和王嫂亲热呢，闭上你的狗眼，合上你那要流口水的嘴巴。众人爆笑，哈哈哈，当免费电影看了吧？这是没办法，送外卖可不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，可不会存在什么艳遇啥的。王林这才放开了柳如烟，又从包里摸索着拿出了100块钱。正好你是外卖员，快去给我买点避孕套，要草莓味的。如烟最爱草莓味了。柳如烟脸红扑扑的说了句：“讨厌，你再这样，人家不理你了。”我冷冷的开口：“讨厌吗？我看你好像很喜欢的样子。”柳如烟这才发现，原来刚刚被大家嘲笑的人竟然是我。不过她脸色没什么变化，而是窝在王林的怀里朝我皱着眉头。你该不会是知道我在这里，故意跟踪我，假装是送外卖的吧？柳如烟似乎忘记了，一直都是她缠着我这个事实，冷冷的看着我。你喜欢我，我知道，但是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总不会是你想着带我一起送外卖吧？我嗤笑一声，拿出手机，直接把柳如烟给我发的撒娇语音外放了几条。我倒是没发现你还有2副面孔，这语音里面叫我宝贝的人，难道是别人吗？柳如烟这才变了脸，猛地站起身跟王林解释：“王林，你知道我的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我找他无非是因为他学习成绩好，让他给我做作业、辅导功课。只有我自己优秀了，我才能配得上王林你这么优秀的人啊。”王林虽然有些不开心，但是这么多人在，他还是点了点头。我知道的，你这么喜欢钱，怎么可能看得上一个送外卖的穷逼呢？肯定是因为你另有所图。柳如烟连连点头。对啊，每次和他聊天我都觉得很恶心，大家还不知道呢。江晨之前还在我面前装逼，说自己的身世说出来会吓我一跳，我猜了很久也没猜到这个身世竟然是送外卖。不过江晨说的也对，我的确是被吓了一跳。大家自然是笑个不停。柳如烟松了一口气，又指着我说：“我命令你现在就把我微信删除，不许跟任何人说我们的事情，不然我就打电话给你的外卖公司，让你丢工作。你这种人丢了工作，连土都吃不起。”我只是用鄙夷的眼光看了看王林和柳如烟，你们倒也算是般配，一个装逼犯，一个拜金女，最好是锁死，别出来祸害其他人。说完这句，我就想要离开这乌烟瘴气的地方，然后再打电话报警，把这群鸠占鹊巢的垃圾赶出去。不过我刚走2步，就被杨远航和几个叫不上名字的同学死死的拉住。王林走到我面前，用手拍了拍我的脸。你说谁装逼犯呢？你是不是想死？老子碾死你，就像是碾死一只蚂蚁。众人看热闹不嫌事大，鼓动着王林动手。不过王林很明显不肯，只是朝地上吐了口唾沫。舔干净，这可是你女神的味道。你现在不舔，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这样亲近你女神的机会了。当然不白舔，你要是舔了，我一高兴，自然会赏你几千块钱。一口唾沫换你1个月的工资，你怎么选？拉着我的几个人想要把我按倒在地，我用力挣脱了几人。看着王林这副样子，我都觉得恶心，忍不住问：王林此人这么恶劣，你们明明很清楚，为什么你们还要跟他一起玩？杨远航在旁边听了这句，他忍不住笑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们跟着王哥，能在他别墅里面聚会，纸醉金迷；不跟着王哥，难道跟着你去送外卖吗？说到底还是为了钱。我放开了王林，指着别墅说：如果我告诉你们，这套别墅根本不是王林的呢？众人笑得更厉害。杨远航冲着我发火：装逼还是你会啊？不是王哥的别墅，难道是你这个穷逼的吗？我扯着王林的衣领子：好，既然你说别墅是你的，那你拿出房产证来给大家开开眼，怎么样？王林被我下了面子，伸手就想要打我，只不过他这软脚虾在我面前毫无反击之力。王林连连求饶：江哥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杨远航在旁边急着要报警，柳如烟更是直接拿出了手机拨打报警电话。王林赶紧叫停：不要报警，谁都不许报警，我和江哥开玩笑呢。王林还算聪明，要是报警，警察来了之后，大家都会知道房东并不是他，以后他在这些人面前可就当不成王哥了。
了。看王林这恶心的样子，我松开了手。怎么说，王哥，房产证能拿出来吗？王林支支吾吾的，我凭什么给你证明？我冷笑一声，是不愿意证明，还是根本不知道房产证在哪里？周围的人都凑热闹。王哥，拿出来给他开开眼啊！王林黑着脸没有说话，我慢慢开口，我跟你说吧，房产证就在2楼的衣帽间隔间内的保险柜里面，凑巧密码我也知道，你看要不要我去给你拿出来呢？柳如烟奇怪的看看我，又看看王林，有些茫然。王林他怎么会知道的？王林咬咬牙，他可能是小偷，趁着送外卖来踩过点，就是知道我的东西在哪里，故意和我发生争执，想要趁着进去拿东西房产证的时候偷我的东西。我没忍住笑了出来。好啊，那就报警吧，看看我是不是小偷，看看房主是不是你。王林跳起来想要抢夺我的手机，我冷冷的看着在我面前蹦跶的王林。怎么了？报警不敢吗？难道你不想要证明你自己的身份，打我的脸吗？王林脸色铁青，却还是嘴硬。报警我爸妈会知道的，因为房东就是我爸爸。我爸妈要是知道我开聚会，我会被爸妈骂的。你给我滚！这我是家，我不欢迎你。我根本没有动，周围人也知道了我的身手，没人敢动手。王林看着众人好奇又奇怪的样子，他咬咬牙才说：“就算不叫警察，也可以证明我就是房东的儿子。”虽然我不知道谁能证明王林会是我的儿子，但是我还是蛮好奇的，做了个请的动作。王林从杨远航的手里拿过手机，打了个电话，说了句赶紧过来就挂断了。很快就从门口进来几个人，看穿着打扮是小区的物业经理和几个保安。王林见了人赶紧挥手：“快过来，有人在这里撒野，你给我赶走！”物业经理趾高气扬的走了过来，哪个傻逼这么大胆，敢来这里？我挥了挥手：“王经理，是我。”王经理一转头，脸色立刻变了，双脚直接软了。4个保安都扶不住他，只能让他坐在地上。王经理不理会王林，而是看着我，颤抖着说：“江少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我奇怪的看着他，你这话说的，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能来呢？王林连连摇头，不可能，一个送外卖的怎么可能有别墅？你肯定是买通了王经理，故意演戏的。柳如烟也一脸不可置信。对，不可能，我就是个穷逼，穿的衣服都是杂牌，连个牌子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是有钱人？我没有解释，这不是没有牌子，而是我家的衣服都有裁缝量身定做的。不过围观同学倒是更相信王经理多一些，七嘴八舌的开始讨论。这是反转了吗？有钱怎么还半夜送外卖啊？不过说实话，这个江晨的确比王林看上去更像是有钱人一点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刚刚江晨不怕报警，反而是王林怕报警。我轻咳一声，当然不敢说自己是误操作成为了骑手，只是尴尬的解释。我是睡不着，来体验生活而已。同学们信了个七七八八，但是王林、柳如烟和杨远航3人还是不信。王林拦住了我，脸色铁青，不许我往别墅内走，生怕我真的可以证明的身份。你们就是想把我赶出去，想要偷我的东西而已。同学们，你们不要相信这个穷逼，你们要帮我拦住他。杨远航这个无脑的小弟更是说唾沫横飞。同学们，生活不是电视剧，不会有那么多有钱人，江晨就是骗子啊！王经理只好再次解释。江少说的没错，这个的确是江少的房子，我可以证明啊，我这就去拿江先生缴纳物业费的记录，你们等等我。我猜到王经理可能是想要跑路，于是拦住了他。没事，我的房产证就在屋子里，去拿出来给大家看看，房子是谁的，立刻就有决断。王林仍想要阻拦，可是这么多人拦着他，他根本无计可施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进入2楼，拿出了房产证展开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江晨2个字，并且是单独所有。我拿着房产证，对着旁边呆若木鸡的王林。王林同学，我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大一个儿子的呢？你能跟我解释一下吗？王林不愧是脸皮厚到可以在别人别墅举办聚会，他几乎瞬间就恢复过来。误会啊，江少，这个别墅是你的没错，但是我不是没有别墅，我只是别墅太多了，记不清楚地址了而已，都是误会啊。我点了点头，认同了王林的这句话。那你倒是没说错，的确存在这个烦恼。那请问你的别墅是哪套呢？王林随手一指，隔壁这套就是我爸的别墅，我记错门牌了，你放心，所有的损失我都会赔偿的。王经理有些尴尬，隔壁这套是江少姐姐的别墅，王林赶紧又指着前面，那就是这套了。王经理继续说，那套是江少爸爸的别墅。王林还想再指，但是同学们已经看明白这场闹剧，忍不住开口了，尤其是杨远航，更是怒气冲冲地说，我一直都觉得王林就是个臭骗子，我果然没猜错。杨远航朝着王林吐了口唾沫，一个穷逼还敢来指挥老子做那么多事情，还好老子早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故意潜伏在你身边，就是等着你身败名裂的这一天。众人发出哄堂大笑，谁都看得出来杨远航这是恼羞成怒而已。不过眼下的还是王林的热闹更好看，所以没人反驳和在意杨远航具体说了什么。王林的心理承受力绝非凡品，都这样了，他竟然还在争辩。不是的，我的确在这个小区有房子，我只是忘记地址了。我想一想，我想好了，我再指给你们看。同学们一个个都开始翻白眼反驳。王林，别指了，这到处认爹不合适吧？对啊，真的很丢人啊！怪不得还说什么大家别去2楼，原来是害怕我们发现别墅不是你的吧？这都什么事啊？江晨同学，这个事情可不能怪我们啊，我们是无辜的啊。对啊，责任在王林啊。我转头看着王经理，王经理，请问王林同学以及他真正的爸爸，在本小区有房子吗？王经理摇了摇头，不敢看我。没有。那他到底是怎么进的我家？
我给你们1年那么多物业费，你就是这么替我收家的？要不是今天我自己发现了，是不是过几年房子都没了？我脸色严肃地看着王经理。王经理，你应该知道，这个在法律上来说叫私闯民宅吧？刚刚随便看了一下，别墅内的装修很多都被毁坏，你知道这些损失有多少吗？王经理吓得跌坐在沙发上，烦躁地揪着自己的头发，嘴里一直叫着完了完了。在我保证只要他说实话，我就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之后，他才支支吾吾地开口。是王林，他给了我1000块钱，想要租别墅。我想着你们全家1年都不一定过来一次，应该不会被发现，所以才犯了糊涂。但是我跟他千叮咛万嘱咐，叫他千万小心，不要损坏东西。这损坏东西必须让他来赔偿。不等我开口告诉王林损失有多少，柳如烟就用力地甩了王林一巴掌。你个癞蛤蟆，你敢骗我？他不说话，我几乎都要忘记他。柳如烟满脸都是泪水，看着我的眼神全是祈求。江晨，都是王林胁迫我的，我心里一直都是只有你一个人的。王林就像个癞蛤蟆，我瞎了眼也不可能看上他的。王林本来就一个头比2个大，现在听了这话，忍不住直接就对柳如烟动了手。分明是你自己求着让我睡，现在竟然敢说我。两人打作一团，我摇了摇头。前半个小时两人还搂作一团呢，这变化未免太快了，我懒得管，直接拿起手机想要报警。等下还得叫律师和鉴定机构过来看看损失多少。王林见我报警，赶紧跪着搂住了我的大腿。我可以给你租用别墅的费用，我只求你不要报警。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求求你不要报警，这回毁了我的，我大学都还没毕业呢。围观同学知道我要报警，担心报警后会影响到他们，害怕自己也要承担责任，也开始劝我。江晨同学，反正你家里那么有钱，别墅那么多，这对你来说什么也不算，不至于这么赶尽杀绝吧？对啊，王林也是认真认错的，我们毕竟是同学，你现在这样报警，他会留下案底，这辈子都要被你毁了。算了吧，我们现在就走，你就当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，以后我们见了你肯定绕着走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们是不知者不怪，我不会追究你们的责任，但是我的损失非常大，你们如果再这样帮着王林劝我，那我只能让你们一起还了。众人瞬间就闭上了嘴巴，没再说话。王林见众人闭嘴，恨铁不成钢。你们是墙头草吗？刚刚还王哥长王哥短，现在遇上事情了，跑得比狗还快。众人本来就别着火，听了王林的指责，忍不住还嘴了。王林啊，这都是你活该啊！你已经是成年人了，自己做的事情要自己承担责任。对啊，不管是赔钱还是坐牢，这都是你自找的，谁叫你爱面子呢？活该。我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王林，我粗略算了算，损失最少超过100万。当然，你要是不信，也可以找鉴定机构来鉴定。这笔钱你是打算怎么还呢？王林看看我，又看看满屋的狼藉。他平常在学校自诩有钱人，这些东西的价值他不会不清楚，所以他没有反驳。但是这100万的损失，他肯定是拿不出来的。所以他想了想，突然忍过柳如烟，一把推进了我的怀里。江少，你不是喜欢这个女人吗？我这就做主，你们今晚就洞房。这个女人会的很多的，你绝对物超所值的。柳如烟没有反驳，柔柔无骨的搂住了我的腰，双目含春的看着我。江晨，我不需要他做主，你就要他赔钱，让他坐牢，让他退学。江晨，我本来就喜欢你，是王林拍了我的视频，我是无奈的。我将柳如烟推开，反而开口问：拍了视频？那视频是什么情况下被拍的呢？王林没料到我软硬不吃，更没想到柳如烟竟然还是拱火。王林越说越气，把自己和柳如烟在床上的细节说得清清楚楚。有一个同学听了直接气血上涌，喷出鼻血来。柳如烟也明白自己和我是估计是没有希望了，说话也不像刚刚那么装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靠着这些视频赚钱，所以你才害怕报警，你怕坐牢。我和众人看着王林和柳如烟撕逼，觉得很好笑。不过听到柳如烟说的，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王林会有钱，也明白了那些女孩子为什么会接受王林。我没有犹豫，立刻报了警。警察、律师和鉴定人员很快就来了。经过鉴定，损失超过300万，看样子我目测的还是不够准确。王林当然一下子还不出来300万这么多，他还想要求我却笑了笑。王林，你不要以为你随便说一句我是你爸爸，我就要原谅你的所作所为了。王林开始四处打电话借钱，不过好半天也才只借到了50万。眼看天都要亮了，我懒得等下去，直接开车回家，让律师来处理这些事情。等到第2天我醒来，律师跟我说了后续的情况。原来王林远比我想象的最大，他会故意装成有钱人，寻找那些单纯或者是拜金的女孩子，买一些假的奢侈品和礼物，让这些女孩子委身于他，而他则会趁机拍下照片和视频，威胁这些女孩子。这些女孩子毕竟年纪小，根本不敢报警，一个个都选择忍受王林的侵犯，继续拍摄视频，甚至还会为了王林出去陪客。王林则利用这些视频在网上贩卖，拉皮条等来赚钱。他经常会举办这样的派对，为的就是让同学们觉得自己是有钱人。只不过他赚的钱根本不够购买别墅，所以他每都是租用别墅。只不过租来的别墅很多都是没有任何家具架势，而那些装修豪华的别墅，几千块钱根本租不到。就算给的钱多，人家有钱人也不愿意租，所以他才会选择买通物业经理，进入别墅。在警方进一步调查下，直接查封了几个黄色网站，抓获了以王林为首将近40人的犯罪团队。那些曾经被王林欺负过、伤害过，最后退学的女孩子，也勇敢地站出来指证王林。最后，王林因为传播视频损坏他人财物、数目巨大等等罪名，被判入狱20年。听说在监狱里面的日子十分不好过，因为监狱内的男人最痛恨的便是他这种人，所以他在监狱里面成为了最底层的犯人，每天吃不饱睡不好。我的损失最终他也没有赔偿，不过好在都有保险公司包了，因为我说得很清楚，不追究其他人的责任，所以其他的同学从那天开始都纷纷联系我，想要跟着我继续闹腾。尤其是杨远航，之前王林只是小富，他都肝脑涂地的跟着。知道我的身世之后，他简直比之前的太监还要疯狂。我每天都能听到几百次的江少，几乎时时刻刻都会出现在我身边。我不堪其扰，拒绝多
多次还是没用，最后还是我用报警来威胁他，才遗憾的退场。而柳如烟就更过分了，她特意打扮成我喜欢的样子，可怜兮兮的举着自己的作业。江晨，这道题我不会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我没有答应，也没有拒绝，而是定定的看着他。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那次别墅聚会事件，我是打算在毕业后跟你表白的，甚至都已经跟我爸妈说了你的事情，爸妈也十分的开明，他们根本不在乎你身世如何，只是说我喜欢就好。我认真的说，我曾经的确真心喜欢过你，也想过和你好好走下去的。柳如烟后悔的肠子都青了。江晨，你不要嫌弃我好吗？我们从头开始好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我不是嫌弃你，只是不耻你的各种行为而已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回得去。你也不要纠缠我了，给自己留点脸面吧。在我无视了几次之后，他换了思路，开始给我发一些很清凉的照片。我叹了口气，这就是我不愿意公布自己身份的最终原因了。没办法，我最终选择了去国外留学。我可不想每天这样被一群迷弟和迷妹围追堵截。多年后，我也成家，继承了家里的公司。每次想到这一夜的外卖奇遇，还是觉得很感慨。一场意外竟然能够改变这么多人的命运。